Hello，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爱分享股票知识的 Lucy。今天是7月18号的复盘视频，Lucy 要用技术面结合消息面，双剑合璧，帮你拆解市场。记得点个订阅，再打开旁边的小铃铛，翻倍机会不踏空。我们每天都设定明确的防守线，而纳斯达克指数呢也在稳步的刷新高点。在这个持续的多头行情中，我们的期权 call option 更是屡屡实现翻倍收益。正如 Lucy 一直紧密跟踪的 AMD 持续上涨，我们精准的捕捉到了它的启动点。财生们呢紧跟 Lucy 的广播，稳稳的拿住了这波20%的涨幅。MSTR 成功突破关键阻力位，现在已经稳稳的站在了支撑线上方。距离前高$534的目标已近在咫尺。想知道财生们是如何运用抄底套餐和早鸟起爆的方法跟上机构吃肉赚钱的吗？让我们一同从走势图揭晓答案。今天我们依然从两个方面呢来去分析一下美股的行情。第一个方面呢就是纳指的走势分析。纳指新一轮的结构9呢即将在今天出现，那么这一次会是高位9吗？第二个方面呢，会分析一下热门的股票。那近期 Lucy 有跟踪的呢是我们的一个 Circle， 还有 AMD、MSTR， 还有甲骨文和特斯拉。那如果说在这个行情当中你也想跟上 Lucy 的技术分析方法吃肉，可以在评论区回复一个888。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表呢，是纳指的日线走势图。我们可以看到近期呢，其实今天的一个行情就可能会出现它的一个这个结构9的一个 K 线。那我们看到近一期它的一个9转的出现的一个方式呢会比较连续。这一轮的 TD9 的话呢是第3个。那我们近期的一个9天呢其实是第4轮的一个9转。所以说在这一轮上涨行情中呢，我们也是见证到了第4轮的一个这个9转呢它即将出现。那近期我们的一个防守位，其实我有在直播里面跟大家去讲过，就是说我们的一轮9转它的一个参考位置呢其实是159，所以说我们只要防守位置不破的话，那基本上我们是可以稳稳的拿住这样的一个持仓的一个时间和仓位。所以说近期呢有这个财生朋友一直是跟着 Lucy 一起去做一些这个上升股票当中的一些滚动的操作，包括一些这个 option 的一些操作都有翻倍的一个盈利。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是如何做到的呢？在这个过程呢，我们只要把5号 K 线的开盘价呢去做一个防守位置就可以了。那这一个点位的数字呢是2059.2.56。也就是说我们在6号 K 线、7号 K 线、8号 K 线出现之前呢，我们都是以这一个防守点位呢来去参考的。那就在7号 K 线的话，盘中呢是出现了一个小小的一个跳水。那这个跳水的过程中呢，其实我们财生朋友还是会在这个低点呢去决定去低吸。所以说在收盘之后呢，它是稳稳的出现在这个防守位的一个上方。所以经过我们这样的一个比较精确的一个方法呢，其实我们最近的一个盈利呢还算是比较丰厚的。那为什么在7号 K 线这个位置呢我们是依然选择去低吸？其实就是因为现在纳指它的一个位置呢是在这样的一个紫色飘带的一个上方。我们知道我们的彩虹带的紫色区域呢其实是一个多方的一个强势区，所以说现在呢纳指它的一个行情呢就会给到在多方区域的一个上方，也就是说纳指它的一个走势也非常强势。所以说它在靠近这样的一个这个边界的一个过程呢，出现这样的一个探底的话，我们其实认为它是一个低吸的一个好机会。这也是我在直播当中去给我们财生讲到的一些这个方法。所以说最终呢我们还是守到了它的一个高点，就是20,911.83。那我们来看一下在这个行情广播里面 Lucy 是如何跟我们的财生朋友去讲的。那在这个试盘的过程中呢，其实出现了一个短暂的一个跳水，但消息被澄清之后呢，又在盘中的一个深 V 走势。其实我们知道大家都不想纳指跌，所以说我们的一个防守点位呢就起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作用，它之后就迅速被拉回了。所以说我们说的是这个收盘破才算破就是这个原因。那我们只要看住这一个 TD5 这一天
不破的话，后面的走势呢都不会有太大的影响。那最近的一个低点呢是接近紫色的一个上轨，其实呢它只是为了修复这个偏离度，所以说现在还是一个强势走势。我们昨天就有提到说这个8和9的一个位置呢，其实我们不会很担心。所以为什么我们很多财生呢都是在盘中去做一些这个低吸和高抛？那么维持原来的这个防守位置不变的话，其实大概率就是要么是震荡，要么是刷新高点。所以我们只关注这一个点位不破就好了。所以其实呢，在这个纳指它在上涨的过程中，其实比较简单，我们只要把防守位置定好就可以了。那可能会出现变盘的时间点呢，有可能在下周。所以呢，我们今天只要周五呢，它不出现跌破这一个点的话，都 OK 的。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近期的热门股票 Circle。那本周呢，我们知道是这个加密货币周。其实 Circle 呢，它最近的一个震荡呢，也是比较剧烈的。这一根 K 线的话，大概有20%左右的一个涨幅。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呢 ，Circle 早在这一个位置的时候呢 ，Lucy 就有给大家去分析过。那我们其实呢是在这一天盘前去做的一个抄底，但当时呢是连续1天2天包括这样的3天呢，其实是都没有突破。没有突破一个什么位置呢？就是黄金分割的一个61.8%的一个位置。也就是说，第一轮我们去分析的209这个位置呢，它是没有突破的。那后续呢，它就会出现一个回调，但是回调呢，它又没有跌破这样的一个这个50%的位置，所以说它现在呢，其实是在一个横盘震荡当中。也就是说，其实是在这一天20%这一天，它是非常这个坚决的突破了61.8%这个位置。那也同时呢，去打开了它的一个上行的一个空间。我们知道在 Circle 上市呢，一直到它的一个高点呢，其实是有去到过298.99这个位置。那我们用黄金分割去测算的话，其实它前方的一个压力位呢是在80.9%这个位置，价格呢是254.1块这个地方。所以说其实 Circle 的话，昨天呢我也在盘前有给大家提到，一会儿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说其实它有可能就是回踩一下这样的一个位置，因为它主动突破了某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位置的，就是61.8%，是证明它要向上的一个这个选择。而且我们也同时看到了，其实呢 MACD 它是有红色柱子收窄的一个过程，并且呢它即将会出现金叉。我们看到昨天 MACD 其实就是已经金叉了它是一个正值，而且我们的龙头引力呢，在这个地方是出现了一个龙线向上，而且在加速区。那我之前呢有给大家讲过，就是在这一个粉线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彩虹飘带的一个上边界，那它站稳了这样的一个20%的一个阳线，那20%这样的一个阳线站稳了我们的这个彩虹带的一个上边界，而且 MACD 出现金叉和下面的一个这个龙线会站在加速区。其实这个位置呢，就是我们的一个早鸟起爆的一个位置。所以说我们咱们有这个看懂我的一个这个提示的朋友呢，那他应该在这个位置那么其实呢，有之前一直跟 Lucy 去复盘的这个财生们呢，其实已经看出来了，在这个地方呢，它就是一个启动的位置。那我们来去看一下它的一个这个30分钟的一个图。我们可以看到呢，刚刚我们的一个位置呢是星期二。其实在这个过程呢，它有出现呢一个这个非常明确的一个起爆的一个位置，就是在30分钟的一个 K 线图里面。这个位置呢，就是彩虹带它与这个机构成本线这个绿色的线是重合的，也就是说我们知道它的一个共振点，而且呢它是以长长的一个下影线踩住了这样的一个支撑位置，然后出现的一个拉升。所以说在这个过程我们可以看到 MACD 是一个金叉水上的一个位置，那也就是说它也是在一个强势区。那么这个位置的话，其实就是一个共振的一个点。所以说20%的一个拉升呢，其实我们的财生朋友呢应该是稳稳的拿住了。那么在第二天呢 Lucy 也在我们的一个盘前广播里有去写，就是它以一根十字星这样的一个长下影线呢，是踩住了我们的一个上行的一个彩色飘带紫色的一个区域。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呢，它其实就是一个价格的一个修复。所以我在盘前广播里有去给大家写到一些这个具体的一个价格，就是在219到223区间的一个位置是可以参与到的。那刚好是这个30分钟的一个下影线。我们来一起看一下文字的描述。那其实呢我有讲就是说昨天一根大阳线是比较大，
然后呢，我们之前有分析过啊，在这样的一个起涨的一个位置，那彩虹带多方的一个强势边界起涨 ，MACD 呢有是刚刚我们说啊一个收窄，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呢，其实接近20%呢，那我们不要害怕。那后续能不能参与呢？其实我的一个观点还是啊，交易依然是以低吸为主。那从30分钟和60分钟的黄 K 啊去判断，那其实60分钟的 TD5的一个风格呢，就是可以去参与的。当然，我们从30分钟的话看的是比较更细致的一个位置，也就是说219到223这个位置啊，我是给了一个价格空间的。那刚好昨天呢，其实开盘的时候是给到了这个位置啊。那 Lucy 呢也是去做了啊，它的一个 call option， 那给到了一个翻倍的一个收益。所以说啊，它的一个日线上方的啊第一阻力位的话是给到250块。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在用到我们的一个这个早鸟起爆的一个位置啊，去可以用在我们的30分钟的一个图中。也就是说之前呢我们用到了啊这样的一个这个抄底套餐啊，加上我们的一个起爆的位置，你是可以去做一些这个短期和波段的一个尝试的。那么这个就是对 Circle 的一个分析。那后续它的一个高点的话，我们就去观察它的250块4毛2这个位置就可以了。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啊，这张图表呢是 AMD 的日线走势图。我们看到呢 ，AMD 近期啊，它是不断的出现高点，跟纳指一样啊，不断的刷新它的一个新高。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 TD9 结构呢，1号 K 线是从这一天开始的，那昨天的话是收出了第6号 K 线，也就是说，其实这一轮 TD9 的话还没有结束，后面还会有7、8、9 3根 K 线。那在这个过程呢，我们是在哪里去参与的呢？给大家去看一下啊，我们是在这一天的一个 K 线呢，去跟大家去提示的啊 ，AMD 的一个机会。那刚好呢，其实它在之前呢是出现了一个组合。也就是说，在我们的一个彩虹飘带的一个上方啊，它的一个多头强势的这个粉色边界这里出现了一组 K 线啊，就是这2根 K 线。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呢，后面的一个阳线呢是完完全全反包住了前面的一根阴线，所以说它是一个拐头的一个组合。那么在这个过程呢，我们就知道它在回调接近我们的彩虹带的一个位置的话，是出现了方向的一个改变，所以我们坚决的啊，在这个位置呢是推荐啊，去让大家去参与。那么在这个过程呢，它的 MACD 呢也会出现啊这样的一个红角在缩小的一个动作，所以紧接着其后啊，它就出现了金叉。随后上扬，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说我们用到了啊，它的一个细节呢是用到了抄底套餐，加上我们的一个早鸟起爆的一个位置，所以说我把这个区域给大家画出来。那我们就知道下一次再遇到这样的一个组合的话，其实呢不用 Lucy 的一个盘前广播，大家也能知道我可以买在一个启动点，就是这个位置。而且现在 AMD 呢，它在下方全部都是机构的一些这个资金。而且它白色的在近期呢也有机构的一个参与，而且我们可以看到整一个AMD 的一个价格呢在上方是没有抛压的，所以说它的一个上行呢，我们只要去看左侧它的一个压力位，它的一个压力位在哪里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盘前广播是如何写到的。那么在这个盘前广播的文字里是这样描述的这个强势拉升势头呢正猛，很多财生反馈一直持有。那目前走势是健康的，筹码峰上方呢同样没有抛压，这是刚刚给大家讲到的。那比较好的一个这个价格控制呢，就是没有上方抛压。所以纳指呢，如果是在不出现跳水的情况下，上行阻力位呢是 TD1最低点呢，大家可以记好这个位置呢，就是174块5毛3这个位置。所以说持有做波段的小伙伴，你可以以这个价格附近去做一个移动止盈。那我们是在138左右的一个位置去建仓的，那你的成本如果说在138到140之间的话，那我们要是能拿到170块的话，其实已经是不错的一个收益了，会达到20%。所以说我们的财生小伙伴也会跟 Lucy 呢去交流，就是说这个我昨天和今天都没有抛 AMD， 他是在这个7月17号的时候上午呢有去跟我表达，然后呢他看到了后面的一个位置呢是174，我说你这个非常棒他说我是看了你的介绍才买的，然后已经有10几个点的盈利了，再次感谢。其实呢就是看懂了 Lucy 的一个分析，那我们的财生小伙伴呢他也知道后面的一个压力位在哪，我们的一个交流呢就是他可以确定一下他的一个盈利点是在多少钱其实呢我们要恭喜这位朋友，那 Lucy 也会很开心，我们的财生朋友们能根据我的一个盘前广播呢能拿到这样的一个利润。
咱们的订阅粉丝朋友们呢注意了啊，咱们的一个财生的盘前广播呢是 Lucy 对市场的一个黄金追踪器。那 Lucy 也会给到我们的一些新粉丝朋友呢，他的一个7天的一个体验资格。所以说还没有拿到这份独家资讯的朋友，那订阅通道呢就在下方的置顶链接里。如果你是第一次刷到我的视频，我来简单介绍一下。想跟上 Lucy 的直播分析和实战交易方法，第一步的话需要点一个订阅，成为订阅粉丝。那作为见面礼呢，新朋友可以解锁整整1周的财生会员的一个体验课程资格。每周的时间呢是有3节课，是在周二星期二、星期四和星期五的一个香港时间下午5点钟会给到大家。直播里面呢会讲一下盘前广播的一些股票，和我们财生朋友呢发现一些机会的一些个股。那近期呢我们也发现了这个热门的股票的一些这个分析走势，我们财生朋友也在群里边呢去跟着去操作，也做到了不少的一个收益。那 Lucy 也会适当的在这个直播里面呢会去提示一些期权的操作方法和机会。那如果说想学技术分析的朋友，你就不要错过了。我们本周呢这个是我在7月17号的下午的一个直播，有给大家去讲到它这个 RDDT 的一个期权是如何去参与的，那也会给到小伙伴一些建议。那就在本周Lucy 团队的老师们呢也为大家准备了赚钱效应极强的选股方法。那我们这一周呢是交易龙头探寻龙头的一个轨迹，这样的一个4节课呢，从7月15号到18号。那么下一周呢也会为我们的粉丝朋友呢去讲解龙头派对为利润干杯的这样的一个4节课，会提到一些这个日内的龙头如何做，短线的龙头、波段的龙头，还有10倍的龙头去如何做。所以说想要进一步学习技术分析的朋友抓紧下方置顶链接找到 Lucy 的助教老师发送2个字口令2个字是什么呢？赚钱2个字，他就会把这样的一份大礼包会给到大家。那其中这样的一个这个Lucy 的洞察课程呢，如果说你还能坚持听3天3天打卡，那 Lucy 会给到这个盘前广播的一个这个体验时间再加7天，也就是2周的一个体验机会，那不容错过了。因为咱们在这个过程AMD这一只股票呢，其实我们是有粉丝朋友跟着赚钱的。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表呢，是 MSTR 的日线走势图。那最近有跟踪 Lucy 的一个这个视频的朋友都知道，我们从 MSTR 呢是从这一天开始跟踪的。那包括这样的一个大阴线呢，我们都没有走掉，我们还是用了一个防守的位置去防守住了。也就是说，其实第2天呢，它的一个跳空高开呢，让我们坚持拿到了它的一个利润。那后续 MSTR 呢，在这一轮它的一个上涨呢，其实我在盘前广播里面都有跟大家去跟踪。也就是说，最近呢在这一天，其实我的一个 call option 呢有会去这个 close 掉获利了结。那么本周的4天呢，它其实也就是在一个横盘震荡当中。但是我通过我们的一个这个技术分析它在一个强势的一个上涨区间。那我通过低吸高抛的方式呢，在这一轮也做到了 MSTR 的一个收益。那包括它创新高的这个点呢，我也在我们的群内部会给大家在盘前是提示到的。所以到目前为止呢 ，MSTR 它的5、6、7、8这4根 K 线呢，其实是在一个箱体的一个震荡当中。那所幸呢，它没有跌破5号 K 线的一个这个低点。所以说我们现在呢还是有持仓的小伙伴还是稳稳的拿住，包括 Lucy 呢也会在这个过程呢去拿到了它的一个 call option 在等待它的末日的一个期权交易机会。那这个过程其实因为我们知道它在一个紫色飘带的一个上方，属于一个强势的一个上涨。那我们知道 MSTR 的话，它其实是跟比特币的一个走势是相关联的。那近期我们用到5号 K 线的一个最低点去做防守，而且呢，我当时给大家讲过它是突破了一个重要的一个这个阻力位变成支撑位，那这个价格呢是440块7毛5，而且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呢不断上移我们的一个防守位置，7和8这2天就没有破。那没有破的话，在盘中其实它是有机会去低吸的，低吸高抛它要过掉之前的一个高点才会继续上行。
这是我们在做上涨股票当中啊，我一直多次提到的这个低吸啊高抛的一个方法。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啊，我们只要见到低点去买入，高点去卖出的话，这样的一个滚动操作，其实呢，在这样的行情当中会胜率会非常大，因为它除开有这样的紫色飘带，它的 MACD 呢，其实是从这一个点位开始呢，就出现了一个逐渐的一个放大。也就是说，我之前给大家讲过，这样的 MACD 的一个柱体，它放大呢是一个强势上涨的一个助力啊。这个就是对 MACD 的一个解析。那另外呢，我们看到其实呢，聪明资金都没有流出，所以呢，它还是想要更高的价格。我们看到筹码呢 ，MSTR 的话，现在这一个位置还是会有资金去流入，也就是说，在这一个价格大家都还觉得 MSTR 是值得可以买的，所以说它后续呢还会有更高的一个价格。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段的机构资金呢并没有流出，所以说他们从这个380这个成本，390这个成本到现在目前呢大概是456这个位置的话，他们都觉得还没有赚够，所以说还是会继续持有的。那我们看一下我的一个盘前广播有跟大家去讲，我们昨天关注的点位呢是440块7毛5这个位置呢没跌破那我们就会继续持有。那横盘震荡呢是最好的一个短线低吸点，大家要看懂这样的一个文字我们做 call option 也是一样的，你在什么位置去低吸这只股票，那你的 call 就在什么位置去参与就可以了。那我在财生群里边提醒我说，如果当天能反包 TD6 高点的话，456块6毛6的价格，它还能出现高点。那尾盘接近尾盘，我们知道它出现了一个拉高的一个动作收盘还是差了一点点没包住，但是它是一个阳线，所以波段呢已经完成了 TD7 8和9的话呢肯定是不跌破447块2就可以了。所以说筹码峰的话，我们看到是有资金在流入的，上方又没有抛压，那我们知道紫色多方强势的话，它还是会走强的。那走强的一个参与的方式，我们去买正股的时候都会用低吸和高抛的一个方式。那我们的 call option 也是一样的，低吸高抛，低吸高抛，低吸高抛这就是我们去做 call option 的一个滚动的一个方法。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表呢是甲骨文的日线走势图。那甲骨文正如Lucy 的一个分析呢，它在这个位置的一个单阳不破呢就成立了，而且它是在这一天回踩了它的一个229.48的一个位置呢出现了拉升。我们看到其实比较好的一个点是甲骨文它在拉升的过程中，它的一个阳线的一个实体呢会逐渐变大，这也是证明它是一直强势的一个股票，那就会出现这样的3连阳的一个走势，包括呢实体会变大。而且它最重要的一个点是它这一天的一个调整的话，其实我们有看到过当时呢 Lucy 有分析说在5号 K 线的一个腰部或者底部它有可能回踩之后呢就会拉升。那这一根 K 线呢，它其实就是回踩了腰部。那我们看到非常好的一个地方呢，就是它回踩腰部的同时，它也来到了紫色边界的一个这个上边界，所以说这里其实就是一个共振的一个点。那如果说想买的非常低的话呢，你可以在5号 K 线的一个腰部的一个位置，那甲骨文我们是在这样的一个地方低吸。那如果说没有参与到或者说没有看出来的小伙伴，第二天Lucy 也会给大家讲到说它的一个单阳不破呢，如果说在这个地方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组合它是拐头向上的，它这个位置去修复了它的一个偏离我之前有给大家讲，那它这样的一个反弹的话，其实呢就注定它现在呢是要过掉它的一个高点这个位置，所以说是在这个周三的一个走势当中的话是过掉了高点。那么随即而来的呢就是星期四呢它出现了历史新高251块6。那 Lucy 呢也会去参与甲骨文的一个 call option， 也就是说我们都知道它会出现新高的话，我们一定会在低点开盘的时候呢去参与。所以我昨天呢是参与了一个 call option 但是呢我只拿到了1倍的一个收益之后呢我就出场了。所以说它的一个新高还算是给到大家不错的一个收益。如果你是在235这个位置买到251这个过程的话，大概也会有6%、7%的一个空间。所以这个就是甲骨文的一个跟踪。那么可以看一下，其实是在星期三的一个视频当中呢 Lucy 是有提到过甲骨文。
那我们的一个单阳不破呢，是在7月15号的一个直播里面去给大家讲的。那我们当时有跟踪啊，你看这一根 K 线，我们直播之前就有讲了，它就是单阳不破，所以我们有财生呢是在这一天去买入的啊，它连续抓到了这样的一个3连阳。那包括我在这个视频里面啊，也是给大家去讲解啊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呢，最终给到了这样的一个结果，其实是确定性比较高的一个机会。接下来呢，我们最后来讲一下特斯拉。这张图表呢是特斯拉的日线走势图。近期特斯拉呢从低点290块啊上涨到现在的320的一个价格呢，其实算是有了一个10%的一个涨幅，也算是啊这个不错的一个空间。那么在这个过程，其实特斯拉它的一个走势呢就比较难拿捏啊。在这个地方呢 ，Lucy 也曾经提示过，说我们近期呢可能不会去做特斯拉。但是好的一点是啊，特斯拉现在呢它出现了在这个机构成本线的一个过程呢，没有去跌破，也就是说，其实机构呢，它不想啊让自己再出现这样的一个跌破的一个位置，而且在这个过程呢，已经出现了它的一个金叉。但是现在不好的一点呢，就是它现在是在一个空头趋势，也就是说黄色的一个飘带。那我能看到的一些机会呢，我给大家来说一下啊。就是这样的一个黄色飘带呢，它会因为股价的一个上行，然后再回踩呢，出现啊这样的一个尽头。那黄色飘带的尽头呢，就会出现啊这样的一个变盘的一个字样啊，变盘的点。也就是说，股价在这个过程中呢，也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拉升。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呢，现在啊好的一点就是金叉啊是 MACD 的一个金叉。而且我们的龙头引力龙线的话，现在呢算是一个比较平缓的一个位置。而且呢，也没有出现啊这样的一个三才童子的字样，所以说它其实呢是没有抛压的。如果说啊接下来的一个行情的话，特斯拉它能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出现回踩，并且它的一个这个彩虹飘带呢出现变盘的话，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不错的一个参与的位置。那我们的财生朋友们是如何去操作啊？或者说大家可能会问，到底我们如何能去把握到特斯拉它这样的一个比较活跃的股票，如何去交易呢？今天 Lucy 呢教给大家啊一个方法去对应特斯拉的一个交易，就是它的60分钟 K 线图。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图表啊是它近期的60分钟的走势图，在这个图表非常清晰的可以看见。我们这两个位置呢是有聚宝盆的一个提醒的。我们大家都知道，聚宝盆呢是有资金的一个流入，包括它的一个白 K 呢是我们的一个抄底套餐的一个信号。那给大家去看一下，这个位置呢就是抄底套餐，有2次信号。如果说你能在这2次呢去参与到特斯拉的话，它对应的价格大概是290这个位置。我们看到最低点是288嘛，那我们要按照标准去买的话，大概是290这个位置。而且它在不远处呢又出现了一个蓝色的 K 线，所以说其实特斯拉它60分钟图的话，去用这个抄底信号呢是非常不错的。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在这个过程中后续它是如何去从黄色飘带啊变成紫色飘带进一步上涨的。也就是说，它在一个变盘的过程中呢，是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组合，是一根阳包阴的一个组合。所以这个阳包阴的组合呢，是带动了它的一个 MACD 呢是绿柱的一个放大，而且它的快线和慢线呢是冲出了0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变盘的一个这个共振啊，这是第2点。那另外呢，我们看到龙头引力它的一个龙线的话，是从蓄势区穿到了加速区。所以说，在这一个过程中的话，大家能看到啊，这样的一个组合呢是什么？启动信号，也就是 Lucy 之前有跟大家说的那个早鸟启动的一个位置啊，就是这样的一个组合。那如果说你的抄底信号和启动信号都已经具备了，那这样的一个过程10%的话，其实呢，我们就是跟机构在吃肉，这就是 Lucy 近期有提到的机构吃肉探餐。用在了特斯拉的一个60分钟图内。咱们今天的分析就到这儿，我们下期见喽，拜拜。